大家好，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如何使用 SolidWorks 绘制出滚珠螺杆。那这一次呢，所教导各位的呢，会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是示意用的，就是我们可能在设计的时候需要画出滚珠螺杆来做其他的设计。那第二个呢，就是运用了动画来模拟里面的钢珠呢是怎么去做转动的。好，那用这两种方式呢，来教导各位，我们怎么样呢去绘制出滚珠螺杆。好，那这边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学习须知，有一些步骤呢，或是有一些指令呢，我们需要先学会，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在做一些其他的绘制的时候呢，会比较轻松一点。好，那如果是钢珠的动画，就会像画面上示意的这样子。好，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去做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我们要学滚珠螺杆的画法之前呢，会先建议各位呢先学习了几点呢，那这样子我们在入门的时候呢，会比较轻松一点。那第一个呢，我们要先学会画螺纹线。那这里呢，螺纹线呢有几个单元我们都可以去学习的，像是参数的螺纹篇，或是参数螺杆篇，这边我们都可以学习怎么画出螺杆。那这里呢，它主要是运用了这一个螺旋线把它绘制出来。那差别在于说，所建议的这个单元是使用数学关系式的。那我们在参数的螺杆，或是螺纹篇里面呢，都有详细的解说。那这边呢是滚珠螺杆篇，那这里滚珠螺杆呢就不是使用数学式来去做，把它绘制出来的。就是用建立的方式，因为这边呢，会比较不适合，所以没有用数学式来做建立。那以及还需要学习什么呢？那这边会建议你先学会了多本体的技术篇。因为我们这里呢，我们在绘制这个滚珠螺杆的时候呢，未来我们会用成组合件的，让它有一个做动的方式。那这边呢，就会运用了这个多本体的方式呢，来辅助我们设计接下来的这些零件。那这边呢，会先建议各位先看这些单元。那这里呢，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那边都有放上一些连结，我们可以去学习。那这边我们先去认识一下咯。首先呢，我们要先绘制出螺杆的主体。那这一次所教导各位的滚珠螺杆呢，是外循环式的。那这里呢，我们一开始先画出螺杆，这里要怎么做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那这里算是一个比较简易的。首先呢，我们先画出一个圆。那这个圆呢，它的直径呢，这边给各位参考，我们各位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更动。那这边的直径呢是25，然后给它一个长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所给它的长度是170。那做完之后呢，我在底部给它一个平面。那这里呢，在我们的参数螺杆篇或螺纹篇都有详细的解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因在于说这样子呢，我们做出来的螺旋线呢会比较漂亮一点。那做完这个平面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平面呢，做出螺旋线。那这边呢，我们就是需要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呢，我们直接参考这个地方，做一个参考图圆。做完之后呢，我们给它螺旋线。那这边我进入编辑特征给各位看一下，里面呢，我们选择的是高度以及螺距。那这边是固定的。那固定呢，它的高度是175。那原因在于说，我们刚设定170，平面是5 mm， 所以是170加5 mm 就是175。那这边呢，螺距是给它10 mm， 那方向呢，它是属于右螺纹的。那这边呢，起始的角度给它是0度。那这边如果方向有不对的，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反转方向或是顺逆时针的一个转换。那这边给各位去尝试一下。那做到这里之后呢，我们有了螺旋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出剩下的一个方式。那这边我们先给它一个倒角，这边来看一下它倒角是多少。这边是给它3 mm 的倒角，然后是45度，上下都给它做倒角。再来呢，我们就做一个扫出的除料。那扫出除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画一个断面。那这个断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断面是什么？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我把这个螺旋线给它显示出来，给各位看一下。那就是这样子画出一个圆。这个圆呢，我让它是 6.2。那为什么是 6.2 呢？因为我们的钢珠呢会使用6 mm 的。那为什么是6 mm 这么大呢？因为它是未来会使用 3D 列印把它列印出来的。所以它的大小是 BB 弹的大小。那为什么是 6.2 呢？原因在于说我们列印出来呢，它会有收缩率。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地方它的凹槽呢大一点。这样子我们在组装的时候才不会有问题。
那做完 6.2 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做一个扫出除料，这里是我们的断面，那路径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做的螺旋线。好，那这样选完之后呢，它就会做出了这个螺旋线出来。那这个断面呢是圆形的。好，那各位都先做到这里咯。接下来呢，我们要画出的是螺帽的地方。那这里呢，我们就是先给它一个外径，然后做一个伸长的一个尺寸。那这边的尺寸是多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图。那这边我们看到草图呢，我们画了2个圆。第一个圆呢是依照我们刚这里所画出的外径，给它往外偏移 0.15。好，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未来呢会用3D 列印把它列印出来。那螺帽以及螺杆呢，这两者是没有做一个接触的。那我们在接触的时候是运用钢珠或是 BB 弹呢，做一个中间传递的媒介，所以实际上螺杆跟螺帽是不会做一个碰撞的。所以画这样的用意在于说，我们可以确保收缩率之后呢，它们两者是不会有碰撞的情形。然后它的外径呢，给它一个48。那做出这样的一个伸长的动作。那这边呢，给各位参考一下它的尺寸是多少。那这边伸长的尺寸是给它40。那做完之后呢，我们看到我们在做伸长的时候呢，合并结果不要打勾，那我们就会形成2个实体。这里就是多本体的方式。那这边如果还不清楚的呢，你可以到多本体的技术篇那边都有详细的解说。那我们在做完之后，实体这里会有2个实体。那我们在第2个伸长的时候，这个地方按下右键，这里有一个变更透明度，我们把它选取起来呢，我们就能像组合键一样，让这个零件变成半透明的。虽然它是在零件的模式里面，但我们可以运用多本体的方式，一样可以像组合键一样灵活的运用，是相当方便的，给各位做个参考。接下来呢，我们画出上面法兰的地方，然后一样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图。那这边呢，需要给它2个尺寸，第一个呢是外径68的一个圆，然后呢画2条线，这2条线呢给它的宽度是50。那我们把多余的尺寸呢都删除掉。那做完之后呢就结束草图，给它一个法兰的一个厚度。好，那这边呢这个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要合并结果，那是跟这个我们刚做出来这个地方做合并结果，所以我们做完之后它是一个螺杆以及一个螺帽，它是分开的零件。那这边给各位参考一下，这个法兰它的厚度是8。那做到这里，我们剩下来就是要扫出除料。那这个扫出除料的做法呢，是一样的。那这边呢，我们可以运用我们刚所做过的这个尺寸呢，我们可以把它显示出来。我们刚做螺杆的时候有做过，所以我们可以选择那个断面以及这个螺旋线。选完之后呢，我们用扫出除料。然后扫出除料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本体，我们选择这个法兰的本体，做一个除料的动作。那这样子呢，我们不用再另外多做草图，多做这个螺旋线，一样可以把它做出来。像这样子，那这样这2个就会是同步的。那这边呢，先让大家做到这里咯。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这个章节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路径的建立。那是什么样的路径呢？就是钢珠滚动的路径。那这里呢，是属于一个 3D 的草图，所以它是属于比较抽象一点，需要发挥更多的空间感，我们才能够画出这个路径。那这里不用担心，我会一步一步教导各位。那你一开始学习呢，觉得很困难，那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各位呢，就慢慢的来学习。那你如果一次不会呢，可以慢慢看，一步一步的把它建立出来。这样子呢，我们也可以去把它学会的。这边呢，先给各位看一下成果。是长这个样子的。那这里把它显示出来，我们最终呢是要画出这样的一条曲线出来。那这条曲线呢，是一个螺旋线，然后往外相切之后呢，再从末端跟前端连接在一起，然后在这个角的地方呢做个倒角。这里呢就是一个外循环呢，我们的钢珠会滚动的一个路径。那这里我们要怎么画呢？那这边我先把它隐藏起来，一步一步带大家该怎么去把它画出来。首先我们先选择螺旋线，然后我们在选之前呢，我们先进入 3D 草图。你可以在这边呢，把三角形打开进入 3D 草图，或是使用快捷键都可以。那我们进入 3D 草图这个界面的时候呢，我们选择这条螺旋线，然后参考图源。我们要参考这条线。参考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们看到
那我们假设说我们要从这里画出一条线出来，然后连接到这边，那这里就是1圈、2圈、3圈，是画3圈的。那这里记得呢，我们头跟尾的地方接的地方要接的对。那这里呢，我们要先用直线画出3条线。那第一条呢，我们就是照这个地方画一条。那这边画的地方，我们先大概的把它拉出来，1、2、3。好，我们画完出来之后呢，我们使用修剪的图源。那修剪的图源的时候呢，我们把这里没有必要的删除掉。那这里呢，我们就会留下中间这一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转动一下，看这个方向是不是我们要的。那看起来是不对的。那我们先转换一个角度，我们先转换从这个视角看的角度，然后呢，把这2条线这样拉动过来，先把它拉到一个大致上的位置。好，我们拉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由上往下看。好，我们先这样好了，由这个方向看，好，看起来还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再拉动它一下。好，我们再拉动一下，再来看一下，再转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我们看起来这个大致上已经是我们可能想要的位置了。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要从这个原点呢画出中心线。那这边呢，中心线呢就是几何建构线。那我们从中心这里呢，先画出一条，然后点旁边再画一条，连接到这个点。我们画了2条线，是这样连接过来。我们再画一次，一样从中心这里再画一条线。那这条线呢，我们先随意画没关系，然后再连接到这边来。好，那这时候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边左侧的一个坐标轴。那这里我们刚画的这条线呢，需要沿着我们的坐标轴。我们看到这里，那大家可能画面上跟我的是不一样。那我们就看一下坐标轴，这边这个方向是 x， 那我们就是选择 x 方向，像这样子。那这一条呢，就是垂直它的就是 y 方向。我们再选一次，把它选择的是沿着 y，像这样子。那这边一样，这一条一样是沿着 x。那这边各位要去做一个调整。那你可能画面上跟我是不一样的轴。那这里呢是沿着 y 方向。选完之后呢，它的方向性可能有一点做改变。那我们一样，如果有跑掉的呢，我们再回到一个前视的角度或是侧视角度呢，再把它稍微的调整回来，像这样子，把它拉动一下。那 3D 草图呢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在这个地方。好，那这样我们看起来呢，大致上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呢，我们把这条线跟我们刚参考的这个螺旋线呢，2个选取起来，然后选择相切。这里一定要相切因为如果没有相切，等一下后面的一些指令呢可能会做不出来。那再选择另一条线，再跟这个螺旋线，那再做个相切。像这样子。相切完之后呢，那这里我们这2条线给它做一个等长。2条线是等长的。那做完之后呢，最终我们再给它一个高度。那这边高度假设是，那这边给各位去尝试，假设我给它是24的一个尺寸，像这样子。给完之后呢，那最终我们这里呢再给它做一个圆角。那圆角修饰一下。那这边呢，尺寸我是大概的示意的把它做出来而已。像这样子，我们给它做出了圆角。那这边呢，做完之后，我们大致上就完成了这个路径。那这边呢，我就先不保留，先让原本的这个草图呢，我再显示给各位看一下，给各位参考一下它的草图到底是什么。那这边呢，我给它的一个高度呢，是26，然后呢。这边是给它歪10，一个 R 角。那这边呢，让大家去尝试一下，我们就先把这个路径给做出来咯。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出的是外循环的弯管。那这里呢，我们要运用的是刚这个 3D 草图呢，先把它做出我们扫出的路径。那这边的路径呢，就是我们一样选择的 3D 草图，然后呢，把这几条线给它选取起来，像这样子。
除了螺旋线以外，其他的线把它选取起来。这条就是我们的路径。选完之后呢，把它建立完之后，我们再用一个基准面。那基准面呢，选择这条线与这个点呢，做出了这个基准面，然后在这个基准面上呢，做出一个断面。这边我进入草图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断面呢，我们内部的圆呢，给它一个 6.5， 然后偏移2 mm。那这里为什么是 6.5 呢？好，原因在于说，这里我们是要让 BB 弹呢，从这个地方进去。那因为在猎鹰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收缩，以及说这个地方是一个转角，那所以我们想说，尽可能让它大一点。那它在这个转角的地方呢，会比较容易跑进去。那如果有毛病的话，我们还有一点空隙，BB 弹它不会卡在中间。所以我们是运用了 6.5， 然后把它偏移的是2 mm。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做一个扫出的动作。它就会做出这样的外形出来。那这边一样，我们是没有合并结果，所以我们这里呢会有第3个本体，好，那就是螺杆、螺帽以及弯管。好，那这里呢，各位就先做到这边咯。接下来呢是固定块的画法。那这边呢，如果你是没有要用 3D 列印把它做出来的呢，可能不需要画这个固定块。那这边一样，我做个讲解。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就可以把它画出来。那固定块呢是里面最容易做绘制的。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画出一个矩形。那这个矩形呢，给它的尺寸呢，这边的宽度是10，然后长度是40，然后做一个伸长的动作。那这边伸长的尺寸呢，就留给各位去做个尝试。那这边呢，我给它的是17 mm 的一个厚度。那这边的地方呢，就留给各位去做一个尝试跟调整。那做完之后呢，我会先挖2个洞。那这2个洞呢，会做一个贯穿到我们的螺帽。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2个才会是同心的。那未来会用螺丝呢，把它锁附在一起。那这边螺丝呢是成涡螺丝，所以会挖出一个成涡螺丝的洞。那这边一样留给各位去做个参考。那如果你想要这个 3D 的呢，也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边都会附上这个作品的连结。那连结点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 3D 档的路径呢要从哪边下载。那有兴趣的可以去观看。那最后呢，我们在这2个角的地方呢，做一个圆角的修饰外形。那最终呢，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固定块了。那这边给各位去尝试一下。接下来呢是钢珠的示意画法。那这边的画法呢，首先我们建立一个基准面。这个基准面呢，我们就选择刚刚这个 3D 草图的某一个地方。你可以选择这里或这里都可以，然后再选择点，它就会垂直于这个我们所选择的参考呢，垂直变成这个面。那我们在这个面上呢，画出一个半圆，然后做一个旋转。那这里呢，一样我们是没有给它合并结果的。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那这里呢，我们给它的这个尺寸呢，就是一个6 mm，是一个 BB 弹的一个尺寸。像这样子，做完之后做一个旋转的填料，它就会做出的这个圆。接下来呢，我们做的是曲线导出复制排列。那这边呢，就很轻松的可以把这个钢珠示意出来。那这边如果没有要做动画的呢，做到这边就没有问题的。那你如果想要做出这个钢珠的动画呢，请持续往下一个单元观看。那这边怎么做出来的呢？我们从特征这里打开来，这里有一个曲线导出复制排列。那这边我进入编辑特征给各位看一下。首先我们要选择的呢是这个我们刚所做出来的旋转的这个本体。记得它一开始是特征跟面，那我们要选到本体的地方，选取这个本体之后呢，它的方向我们选择的是这个 3D 草图。选完之后呢，给它同等距离，然后你去设定它的数目，看你要多少个。那设定完之后呢，我们按打勾，基本上它就会把它复制出来，是相当方便的。那如果你要示意的呢，我们就先做到这里咯。接下来要教导各位怎么把螺杆螺帽的动画给做出来。那这里呢，我们做完了这个档案之后，这是一个零件以及多本体。那我们呢就要个别的另存档案出来。我们要另存什么呢？那这边呢，我先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要另存的呢是螺杆、螺帽、弯管以及这个钢珠。那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实体打开。那这边我会建议各位先另存新档，我先另存不同的档名，再来个别进去之后，假设这个是螺杆，那我们就保留我们想要的这个本体。
那剩下的全部选取起来，然后把它删掉。好，那这边按下右键删除本体，那它所保留下来的就是我们想要的零件。好，这是运用多本体的方式呢，好方便我们去做制作的。那做完之后呢，我们就把螺杆以及螺帽呢，先放到组合件里面。那一开始你可以使用圆点的结合，结合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螺杆跟螺帽是怎么做组装的。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这边我们先找到了螺帽，那这里呢，这边是运用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螺钉的结合。那首先呢，我们需要设定的是一个平行。好，那螺杆要某一个面呢，我们跟这个基准面做一个平行，这样子我们一个地方限制住之后，我们再旋转它才会做前后的移动。再来选取完之后呢，我们要做的是螺钉结合。那这边进入编辑特征给各位看一下。那我们选取的时候呢，就是选取螺杆内部的一个圆柱以及螺帽内部的圆柱。那选取两个圆柱之后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个面。那选取完面之后，我们来到机械结合。机械结合里面有一个螺钉，螺钉我们选择第二个圈数以及距离。那圈数跟距离呢，我们要选择10 mm。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说，当我们旋转一圈的时候，它所前进的是10 mm。就是我们刚螺杆在绘制的时候，螺距 pitch 是10，就是这样去设定。然后这里结合对正跟反转，这边给各位去尝试。如果你在旋转的时候方向不对呢，这代表那边需要做调整。那这边我们可以去转动一下螺帽，来看一下它的做动是不是正确的。像这样子就没有错了。那做完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做钢珠的动画。那这边先让大家尝试一下咯。接下来我们要做钢珠的动画，那这边呢会稍微困难一点。那首先我们要先做的呢，是我们把弯管放进来，一样跟它做一个结合。那弯管呢，我们就跟螺帽做一个圆点的结合就可以了。然后重合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是钢珠。那这边钢珠呢，我们可以运用刚多本体的，或是你直接重新绘制一个也可以。像这样子，我们绘制完之后呢，我会建议重新绘制一个，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运用它的圆点来做等一下的结合，会比较方便一点。那我们在画的时候，一样画一个半圆。那这个半圆呢，画在中心这样等一下再做结合会比较方便一点。它的半径是3 mm，就是一个6 mm 的一个 BB 弹。画完之后呢，我们把它丢进来，先做一个结合。那这里呢，结合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设定它呢？那结合条件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把这个螺帽打开来，然后把我们刚所绘制的 3D 草图给它显示出来。那这样子等一下我们会比较方便选取。首先我们呢，先选择一个路径的结合。那这边在结合的时候，里面我们把进阶结合打开，这里有一个路径结合。路径结合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点。那这个点呢，我们就是把这边打开来，我们选择的是钢珠的原点。选完之后，第二个我们要选择的是一个封闭的回路。那这边示意给各位看一下。再像这样子，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点选起来。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说，我们要选择的是一个封闭的回路。那我们点选这里，选完之后按打勾，它就会把这个地方选取起来。选取起来之后呢，它就会做一个路径的结合。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做另外一个地方。那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有第二个结合的条件。那这边呢，我们要做的是重合。那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让这个限制呢变得更少一点，不然它的自由度太高，我们会比较不方便去做移动的。那这里呢，我们是有做端塞的。那这边做端塞之后呢，我们会比较容易去做一个旋转。那这边呢，我们各位呢，如果你要示意的话，你可以先画一个圆，做一个示意就可以了。像这样子。这边会有2个端塞，那第二个端塞呢，它跟螺杆呢是某一面是结合在一起，所以螺杆在旋转的时候，它也会跟着旋转。那这边呢，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是让钢珠的某一个点，它的原点呢，跟这一个端塞的地方的某一个基准面呢，做重合。重合完之后呢，我们在旋转这个端塞的时候，同时它就会带动了这个钢珠。
这样子它的自由度会再少一个，它就不会随便跑掉。那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点了，我们就要运用这个钢珠呢做出的复制。那这边的复制呢，我们从这里直线复制排列这边打开来，这里有一个链条复制，我们把链条复制打开来，点进去之后，这里呢我们要逐步的去设定它，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做出来。第一个一样，我们要做一个封闭回路，然后这个封闭回路一样是选取这个地方。那这边选取的方式跟刚刚一样，我就没有再做示范。那这边我们把这个对正面呢选择的是这个螺帽的这个面，选完之后，这里会有一个钢珠，那这边呢我们就选取这个地方。再来里面内部呢，我们可以给它设定的距离呢是 6.2。那这边因为它是一个 6mm 的，那我希望呢它能够有 0.2 的间隙，所以我把它设定每一个是 6.2。那停入路径我把它打勾。那再来呢，这个地方这个点呢，我选取的呢是这个地方，就是钢珠的原点。那再来它对正的基准面呢，我让它选择的是这个上基准面。选完之后呢，我直接按打勾，它其实它就会预设出来。那我直接按打勾呢，它就会把这里复制出来。那复制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边打开来，把一些钢珠选取起来，然后给它不同的颜色。这样子呢，我们在旋转的时候呢，会比较容易看出来。那这边我稍微示范一下，看一下状况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那像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这个钢珠的钝化了。那这边呢，先让大家去尝试一下，看我们能不能做出来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滚珠螺杆的画法。那这边呢，分3个阶段。那如果呢，你是单纯只是设计用的呢，可以不用画这么细，你可以把螺杆跟螺帽有画出来就可以了。甚至是单一个零件都可以。那如果呢想要再细一点的呢，你可以把螺杆螺帽呢组合成是一个组合件，然后呢它的作动方式呢是跟真实一样，螺杆转几圈，螺帽就是移动多少。然后那以及说可以把里面的弯管以及钢珠呢也顺便都画出来也可以的。那你如果想要再更细一点，或是想要学习一下滚珠螺杆它内部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呢就可以运用这个钢珠的动画，把这个地方给模拟出来。这样子呢会方便我们更了解、更清楚的知道说，原来滚珠螺杆的内部它的钢珠是这样做一个无限的转动的。那这里如果对于滚珠螺杆呢还不是那么熟悉的，你可以到滚珠螺杆的认识篇，或者是说你对于这一块要怎么制作成3D 列印有兴趣的呢？你可以到这个作品来观看。那这里呢，有兴趣的人我都会放影片底下的说明都会放上连结，你可以到那边去观看。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